苦命天子朱常洛熬了19年太子，登基29天就下线。朱常洛这位明光宗太昌皇帝，在明朝16位帝王之中，是一个极为特殊且令人唏嘘的存在。他的一生被压缩在39个春秋里，其中19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太子生涯，而真正君临天下的时光，仅有令人扼腕的29天。他被后世称为一月天子，这短短1个月的帝王荣耀，与他此前漫长的隐忍、压抑和恐惧形成了无比强烈的反差。他的人生轨迹仿佛一部早已被宿命写就的悲剧，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无奈、心酸与政治斗争的残酷。要理解朱常洛的悲剧，就必须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回溯那个偶然却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宫廷往事。朱常洛的故事要从一场不被期待，甚至被刻意遗忘的偶然欢愉说起。他的父亲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位在位长达48年的君主，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9年1581年的一个寻常日子，年轻的皇帝依照惯例前往慈宁宫向生母李太后请安。慈宁宫是太后的寝宫，也是皇宫中一处庄严肃穆之地。然而不巧的是，李太后当时并不在宫中。就在这样一个皇帝与宫女不经意的交汇时刻，万历皇帝遇到了慈宁宫中一名姓王的宫女。史书记载她容貌秀美，性情温婉。年轻的皇帝一时兴起，便私下临幸了她。对于万历而言，这或许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风流韵事，是帝王日常中极为普通的一段插曲。事后他既没有给予任何象征性的赏赐，也毫无承担责任的意愿，甚至在内心里不愿承认此事的存在。他随即便将这件事抛诸脑后，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继续过他波澜不惊的帝王生活。然而深宫之中，一个女子怀有身孕的消息终究是无法长久隐瞒的。如同春草破土，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氏的腹部日渐隆起，身形上的显著变化再也无法遮掩。宫中的流言蜚语开始暗自涌动，最终传到了李太后的耳中。李太后察觉到了异样，这位出身寒微却精明能干的太后，在再三追问之下，王氏才战战兢兢、泪流满面地道出了全部实情，将皇帝那一次私下临幸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登基多年，后宫佳丽众多，然而却始终未能诞下一位皇子。这对于一个王朝的延续来说，绝非小事，更是太后心中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正因如此，一心盼望抱孙的李太后在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在内心深处满心欢喜。她意识到，这或许是上天赐予皇家的一个子嗣希望。于是他立即派人传唤万历前来对质。万历皇帝起初还想继续耍赖，试图用帝王之尊来否认这件在他看来并不光彩的事。然而宫廷中有极为严格的记录制度，皇帝的每日行踪与言行都被详实地记载在内启居注之中。这本史官笔下的实录是铁证如山的存在。面对自己的母亲和那确凿无疑的文字记录，万历皇帝再也无法抵赖，只得被迫承认了自己与宫女王氏的关系。次年，即万历10年1582年8月11日，王氏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体重饱满，哭声洪亮，这便是万历皇帝的长子，取名为朱常洛。同年4月，在太后的强烈敦促下，万历皇帝迫于压力，册封王氏为宫妃。然而这道象征性的封妃诏书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王氏母子在宫中的尴尬处境。万历皇帝始终嫌弃王氏宫女出身的低微，认为这段往事有损于他的尊严。这份对生母的鄙夷与回避，
也一并转移到了这个意外得来的长子身上。朱常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注定无法得到父亲的喜爱与真正的垂怜。宫妃王氏始终没有受到皇帝的宠爱，因此一直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纵然王宫妃生了皇子，万历皇帝仍然对他不理不睬。当时最受万历宠爱的是郑贵妃，郑贵妃对生了皇子的王宫妃十分嫉恨，不让宫内的人和景阳宫有任何来往。王宫妃和儿子就在景阳宫中过着幽禁一般的生活，这一过就是13年。景阳宫是故宫东6宫之一，永乐18年1420年建成，是东西6宫中最偏僻冷清的院落。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就离开了景阳宫，由王皇后抚养。万历皇帝传下旨意，隔绝王宫妃与皇太子朱常洛的联系，以后再也不得相见。就这样，王宫妃一个人在景阳宫中疾苦度日，由于十分思念儿子，终日以泪洗面，日子久了，竟哭瞎了双眼。又过了10年的幽禁生活后，王宫妃来到了生命的弥留之际。她大声呼喊着：“我要见我的儿子，我要见我的儿子！”面对一个将死之人的请求，宫女们无法拒绝，于是偷偷跑去告诉了朱常洛。朱常洛听后十分悲痛，立刻跑去面见父皇说明来由，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准许。年近30岁的朱常洛带着10岁的儿子朱由校匆匆赶到景阳宫，母子相见却是生死诀别。已经看不见儿子和孙子的王宫妃只能以手代眼，抚摸着儿子的衣服，放声哭泣。哭到最后，他欣慰地说了一句：“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罢，年仅47岁的王宫妃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朱常洛数十年间饱受明神宗的漠视与郑贵妃一党的欺凌，战战兢兢的人生更使其形成了懦弱阴柔的个性。这种自幼缺乏父爱，生母被幽禁致死的成长经历，在朱常洛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也影响了他后来面对重大抉择时的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在朱常洛在父亲的冷眼与忽视中艰难成长之时，后宫的局面发生了足以改变他一生走向的新变化。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先后诞下皇子，其中皇三子朱常洵自幼便聪颖活泼，相貌也酷似其父，因而深得万历皇帝的喜爱。郑贵妃14岁时便成为19岁神宗的宠妃，据说她不但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且聪明机警，喜欢读书。她性格爽朗泼辣，善于逢迎盛意，常与万历谈笑嬉戏，两人之间有着与其他妃嫔截然不同的亲密感，因而盛眷不衰，荣宠之极。依仗着这份独一无二的盛宠，郑贵妃心中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而危险的念头，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登上太子之位。在他看来，自己的儿子聪明可爱，远比那个宫女所生的木讷拘谨的长子更配得上储君的名号。而万历皇帝也因对郑贵妃母子的极度偏爱，内心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实载郑贵妃曾与万历密室立常洵为太子。他多次在私下场合流露出对朱常洵的喜爱，并暗示要打破常规。万历皇帝甚至有次在与郑贵妃对弈时，曾半开玩笑地许诺，若郑贵妃赢了棋局，便立其子为太子。虽然后来并未兑现，但此事在宫中传为谈资，足见万历对郑贵妃母子的偏爱已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然而，按照明朝开国以来便定下的祖制，立储遵循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铁律。当时王皇后没有子嗣，身居嫡母之位却无所出，因此身为皇长子的朱常洛，按照法理本是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万历皇帝的意图一旦暴露，立刻在朝堂之上引爆了一场持续15年之久，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执政中后期的政治风暴。
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国本之争。在这场旷日持久、几乎耗尽了大明君臣心力的角力中，朝堂上下彻底分裂为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一方是以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为核心，他们希望打破常规，以个人爱憎为准绳，册立皇三子朱常洵；另一方则是以李太后为首，联合了满朝坚守儒家礼法、视纲常为命的文武大臣，他们坚决拥护祖制，视无敌立长为不可动摇的国本，全力支持皇长子朱常洛。万历14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首府大学士申时行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书，请求立即册立东宫太子。申时行在奏章中列举明英宗2岁、明孝宗6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皇帝以朱常洛年纪还小为由拒绝。申时行的奏请立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共鸣，各部府司道诸衙门纷纷上章奏请。户科给事中江英林、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景、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少成等人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这4人严厉处罚。接着，万历皇帝决定将淑嫔正室的地位提高为皇贵妃。皇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这样生育皇长子朱常洛的宫妃在地位上反居于郑贵妃之下。这一下更引起了大臣们的警觉，因为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皇三子朱常洵的地位反而要高于皇长子朱常洛。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制度，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并要求郑贵妃、王宫妃应当同时进封，但万历皇帝一一驳回。万历皇帝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双方各不相让，斗争异常激烈。先后有数十位大臣因此被贬官、廷杖甚至下狱，但前仆后继者不绝。万历14年，户科给事中江英林率先上书，直言贵妃虽贵，岂可越皇后而上居皇长子之母之上。他恳请皇帝收回成命，并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万历皇帝览奏后勃然大怒，认为江英林有意离间宫廷，将其贬为大同广昌典史。随后，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景、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等人相继上书，言辞更为激切。沈景在奏章中指出，太子为天下本，本立则天下安。今皇长子年已渐长，而储位未定，臣恐天下人心疑耳。万历皇帝不为所动，反而将沈景贬官外放。孙如法更是直言郑贵妃有夺嫡之心，触怒了皇帝，被廷杖60后贬为广东朝阳尉。一时间，朝中言官因见立处而获罪者不下10余人，但朝臣们并未因此退缩，反而前赴后继，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朝堂，也来自民间。京城士绅百姓议论纷纷，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储位之事，甚至出现了大量匿名揭帖和歌谣，有的讽刺万历皇帝被美色所惑，有的同情朱常洛的遭遇。万历皇帝虽然下令严查造谣者，但舆论如潮水般无法遏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万历对朝臣和舆论的疏离感，使他更加倾向于消极怠政。国本之争的激烈程度在万历中期以后愈演愈烈。万历皇帝为了回避群臣的劝谏，竟然采取了长期不上朝的消极对抗方式。自万历14年以后，皇帝上朝的次数逐年减少，到万历后期几乎完全停止。他躲在深宫之中，以头晕目眩、足疾等理由拒绝接见大臣，所有奏章均通过司礼监传递，君臣之间几乎断绝了面对面的交流。这种长达数十年的怠政，
在明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严重削弱了皇权的实际效能，也使朝政陷入了瘫痪状态。万历18年1590年4月，阁臣联名上书教元子、长子以重国本，并以辞职相威胁，但神宗还是不予理睬。同年，首辅申时行联合内阁大学士许国、王希爵等人再次上书，恳请皇帝早日确定储君之位。申时行在奏章中写道：“臣等闻之，君之力敌，国之大事，不可不早定。今皇长子已10岁，其母公非贤德，臣民供养，若久不立储，恐生觊觎之心，臣等不敢不冒死陈言。”万历皇帝虽然未予采纳，但迫于众议，勉强允许皇长子出阁读书。文官集团说，首辅申时行不敢力争，申被迫下课，另2位请立皇长子为太子的阁臣许国、王家平也相继屈职。国本之争虽然导致了内阁大换班，但朝臣们对储位问题的关注丝毫未减。万历21年1593年，吏部郎中顾献成因上书主张立储，触怒皇帝，被贬官为民。顾献成后返乡讲学，创立东林书院，成为后来东林党人的思想源头。可以说，国本之争不仅影响了朱常洛的个人命运，也深刻改变了晚明政治的格局，直接催生了日后党争的加剧。国本之争共逼退内阁首辅4人，申时行、王家平、赵志高、王希爵，部级官员10余人。这场政治拉锯战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明代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以及制度与个人意志之间的激烈碰撞。文官们以儒家礼法为武器，试图约束皇帝的私人偏好，而皇帝则试图利用皇权突破制度的束缚。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吞噬了朱常洛这个无辜的个人。万历皇帝甚至公然在群臣面前贬低朱常洛，声称其生母身份卑微，没有资格担当储君，意图从出身问题上彻底否定朱常洛的合法性。这番言论彻底激怒了李太后。这位出身卑微却极有主见的太后，当着万历的面严厉斥责他，一句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犹如当头棒喝，让万历皇帝顿时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再也不敢在生母面前提及出身之事。在母后与群臣的持续施压之下，万历皇帝最终做出了痛苦的让步。万历29年1601年10月，他正式下诏，册立年近20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为了安抚郑贵妃，封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藩地在洛阳。然而，福王受封后并未按惯例立即前往藩地，而是以种种借口滞留京城。郑贵妃更是多次向皇帝进言，称福王年幼不宜远居，请求暂缓就藩。这一拖便是10余年，直到挺击案爆发后，朝野舆论压力陡增，福王才于万历42年1614年前往洛阳就藩。在此期间，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始终如坐针毡，稍有不慎便有被废之虞。朱常洛本以为熬过了漫长的储位之争，获封太子之后便能安稳度日，然而事实却无情地证明，他人生中真正的磨难与煎熬才刚刚开始。在长达19年的太子生涯里，他活得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每日都像是行走在悬崖边缘。他一方面要承受父亲万历皇帝常年的冷漠与无视，即使是在日常的请安与礼节中，也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情；另一方面，他还要时刻防备郑贵妃一党在暗中的算计与构陷。因为福王虽已封藩，却迟迟不肯就藩，始终留在京城，这背后暗藏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储位更迭危机。他的处境正如当时一些忧心忡忡的官员所形容的那样，太子终日无作，无所事事，精神高度压抑，
寂寞寡欢，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历练，也没有协助皇父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长期受到皇父的冷落，心情压抑，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19年寒酸太子生活的核心问题就是空壳太子，虽然有太子的身份，但他几乎没有实际权力。他既不能参与朝政决策，也不能结交外臣，更无权过问任何国家大事，只能在深宫中日复一日地消耗生命。据史料记载，东宫侍卫多为老弱病残，仪仗简陋，与普通亲王无异，甚至有时供给饮食都难以按时保障。太子日常生活的待遇远低于其应有的规格。郑贵妃还曾多次以各种借口缩减东宫的开支，使朱常洛在经济上也受到掣肘，不得不时常向太监借贷度日。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一位储君而言，无疑是莫大的屈辱。万历皇帝虽然勉强册立了朱常洛，却从未真正给予他作为太子应有的尊严与关怀。据《明神宗实录》所载，太子每于元旦及万寿节循例前往乾清宫向皇帝行礼，万历皇帝往往仅传旨免贺，连面都不肯见。这种父子之间形同陌路的状况，在历代帝王家事中实属罕见。朱常洛曾私下对进士感叹：“朕终日立于阶前，不见天颜，亦不见日影，唯见宫墙四壁而已。”这种长期被父亲拒之门外的心理创伤，使他逐渐丧失了自信与魄力，遇事优柔寡断，不敢任事，亦不敢信任。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万历皇帝对他的教育也漠不关心。明神宗对朱常洛的学习教育持消极态度，甚至比太子计荐，而进步出阁者又12年。按照大明会典的规定，皇子要先举行册封大典，待确定身份后才能出阁讲学。因为神宗迟迟不确立他的太子身份，出阁讲学的典礼仪式既不可具用东宫之仪，又不可下亲王之服，一应礼仪全部从简，侍卫仪仗也一概免去。朱常洛也只能穿着常服讲学，一直拖到万历22年1594年，朱常洛13岁时才出阁读书。虽然明神宗对儿子的早期教育并不关心，但讲官们对待皇长子如同对待太子一样。讲官们看到13岁的朱常洛身材健壮，方头大脸，神情不凡，聪明好学，都非常庆幸。朱常洛深晓自己的处境，明白自己没有养尊处优的资格，他应该做的只有一样，就是读书求知，努力让父皇和朝官看到他将是一个优秀的、足以承担天下大任的皇储。每天，皇长子朱常洛天蒙蒙亮就来到文华殿，坐在书案前。一天，讲官讲到巧言乱德一节，讲官刘约宁问皇长子：“请问殿下，何以谓之乱德？”朱常洛大声回答：“颠倒是非。”短短4字，比讲官概括的还要明切。讲官们下去后都兴奋地交谈，称皇长子真是天纵聪明。一般而言，文华殿讲书很少有问答的情景，而一心要读好书的皇长子朱常洛能够以明朗的话语正确的回答，所以课堂上的问答也就多了，讲官们为他讲课感到非常愉快。然而讲学却并不经常举行。万历28年1600年后，玉龙东、盛蜀时有辍请。万历33年1604年后，一辍遂成旷典。此后长达12年间，太子未再接受系统的经史教育，直到万历44年1616年8月才又出阁讲学一次，然而仅开讲一次，于是复辍。受父亲的牵连，朱常洛长子朱由校同样也不为祖父所喜，皇太孙地位一直不能确定，出阁读书更是无从谈起，以至于其施教言辞激烈地指责明神宗，
使东宫如漫步相关之人，使东宫讲学如莫不切己之事。且不为东宫也，皇长孙时有5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11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朱常洛所受皇室教育极为有限，且不亲书使学荒而不振。在东宫之中，没有像样的师傅传授经史，没有充足的书籍以供阅览，朱常洛的学识和眼界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极为有限，性格也愈发变得懦弱阴柔，缺乏一个储君应有的果敢与气度。在这种漫长而压抑的等待中，他的身心健康都受到了极大的损耗。这种长期压抑、恐惧、卑微的成长环境，也埋下了他后来身体垮掉、性格软弱的伏笔。除了挺击案之外，朱常洛在东宫时期还经历过另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即万历31年1603年的妖书案。当时由于神宗迟迟不肯册立太子，群臣反复劝谏无果，众议汹涌，京城街头突然流传一篇题为《续幽微弘毅》的匿名揭帖。此前在万历26年1598年已出现过一本题为《幽微弘毅》的小册子，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暗喻神宗之所以不立太子，乃是亦属福王之故。这一次的《续幽微弘毅》内容更为直白，直指郑贵妃欲废太子立福王，并暗示内阁大臣沈一贯、朱庚等人暗中支持郑贵妃。这篇揭帖一夕之间，自宫门气于渠巷皆变，迅速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万历皇帝闻讯大怒，下令东厂锦衣卫严查，务求缉拿撰稿之人。一时间，京城真气四出，人心惶惶。东厂将怀疑目标锁定在一位名叫脚生光的医生身上，将其逮捕下狱，严刑拷打后处死。然而，此案真正的幕后主使始终未能查明，朝野普遍怀疑是郑贵妃党羽为试探舆论而散布，也有说法认为是反对郑贵妃的官员故意制造舆论压力。无论真相如何，这桩妖书案进一步加剧了朱常洛与郑贵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使太子身边的安保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朱常洛孤立无援的处境。妖书案之后，朱常洛的精神状态更加紧张。据当时东宫进士的笔记记载，太子曾多次在夜间惊醒，反复询问外面是否有变，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不信任感。这种长期的精神紧绷状态逐渐摧毁了他的身心健康。万历43年1615年5月初4，一起震惊朝野，至今仍迷雾重重的事件爆发，这便是明末3大疑案之首的挺击案。一名名叫张叉的男子，身份不明，手持一根寻常的枣木棍，竟然如同鬼魅般毫无阻碍地闯入了太子居住的慈庆宫。他一路打伤多名守门的内侍，击伤了守门太监李健。那些平日里还算尽职的守卫在他面前竟不堪一击，他径直冲向太子的寝宫，最终在殿前狼檐下才被内官韩本用等人合力制服。一个平民百姓手持凶器闯入戒备森严的太子东宫，这无疑是骇人听闻，足以动摇国本的大案。消息传出，整个京城为之震动。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当时慈庆宫外聚集了大量百姓，议论纷纷，惊恐万分。有人甚至传言太子已遇害，京城一度陷入恐慌之中。经过3法司的紧急审讯，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按律当场审讯。张叉没多说几句话，就开始颠三倒四，像一个疯子。御史再三询问，可张叉总是胡言乱语，什么吃斋、讨封，问了数小时，也没将实情供出。审判官不耐烦，把他交给了刑部定论。交到刑部后，由郎中胡世相等重新提审。张叉回答：我被邻居李自强、李万仓等人欺负了，
他们烧掉我的柴草，我非常气愤，就打算到京城告状，击鼓申冤。于是我就在4月中旬来到京城。我是从东门走进来的，但我不认得路，只好一直往西走。半路上遇到2个男子，给了我一根枣木棍，告诉我拿着这根枣木棍就可以申冤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一下子犯迷糊了，就走到皇宫宫门了，还打伤了许多人，最后被捉住了。胡适相仍然难下结论，他认为张叉是疯癫之人，于是把情况上奏了万历皇帝。然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才看出了蹊跷。有一天，王之才为牢中犯人分发饭菜，觉得张叉绝不像疯癫之人，于是他决定再次审讯张叉。为了让他说出实情，王之才对张叉说：“你说实话，就给你饭吃，要不然就饿你。”张叉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说道：“不敢说。”王之才当即命牢中其他狱吏回避，只留2名狱卒在旁，亲自对他进行审问。在威逼之下，张叉说出了实情。据张叉讲，他本名叫张武，父亲已经去世，比较近的亲戚有马三舅、李外父等人，他们让他跟着一个不知道姓名的老公公，只要按他的要求去做，完事后就能给他30亩土地。于是他就跟老公公到了京城，来到一个大宅子，又来了一个老公公，请他吃饭，并嘱咐他说：“你先冲进去，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杀人也无妨，我们自会救你。”吃完饭，领着他经过后宰门，进了慈庆宫，看门的不让进，就把看门人打伤了。2份供状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张叉是个疯子，单独作案，杀了他也就完事了。可他若是团伙作案，问题就来了，谁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如果没有王之才，挺击案或许只会作为一个疯癫樵夫袭击事件载入史册，不存在任何阴谋。但在王之才看来，探寻真相就是一个刑部官员心中正道的光。此后11年，他都在和挺击案死磕，一心想把幕后黑手绳之以法，直到他自己冤死狱中的那一天。张叉最终供出自己是受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宝、刘成指使，并许以重金，让他闯入宫中制造混乱。真相一旦被揭开，朝野上下顿时一片哗然，舆论的矛头毫不留情地直指郑贵妃。郑贵妃惊慌失措，恐惧万分，整日在万历面前哭诉求饶，哭诉自己的清白和委屈。万历皇帝一心偏袒自己的宠妃，他深知此事若深究下去，必然会牵涉到郑贵妃，甚至可能动摇他多年来的政治平衡。为了尽快平息这场风波，他对郑贵妃说：“这件事最好你自己去求太子谅解，只要太子不再追究，此事便可大事化小。”万般无奈之下，郑贵妃只好放下身段，亲自到慈庆宫向朱常洛跪拜请罪，泪流满面地诉说自己无辜。而生性谨慎懦弱，多年来已被磨平了棱角的朱常洛，面对这位多年来一直想置自己于死地的父亲的宠妃，非但没有勇气追究，反而连忙回礼，表示自己绝不追究此事，愿意相信贵妃的清白。最终，朝廷以张叉疯癫为由，将其公开处死，而庞宝和刘成也在内廷被秘密处死。从案发到处决张叉共26天，重要提审3次，11日王之才司审，12日刑部会审，20日刑部13司18官共审。这起震惊天下的挺击案就这样被草草了结，所有的疑点都被刻意掩盖。身处漩涡中心的太子朱常洛，连维护自身安危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争取，其处境之艰难，内心之软弱，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步步惊心之中，朱常洛一直隐忍度日，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重负和身体上的消耗。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前途之外，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进士的引导下，借酒色消愁解闷，消磨时间，
以弥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尽管神宗不喜欢朱常洛，将他幽禁深宫长达10年之久，在政治上不断打压他，但在生活上他又尽量满足朱常洛的所有要求。据记载，他在做太子期间，每日饮食起居均受到严格控制。万历39年1611年9月，王宫妃病重，朱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朱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王宫妃去世后，朱常洛悲痛欲绝，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此后，他的身体状况便每况愈下，经常感到头晕乏力，夜间难以安眠。直到万历48年1620年7月21日，这位在位长达48年的皇帝终于驾崩，结束了他漫长而充满争议的统治。同年8月初一，1620年8月28日，时年38岁的皇太子朱常洛，终于在群臣的簇拥与朝拜中，登上了那把他渴望了半生却又无比陌生的皇帝宝座。据史料记载，太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充粹无病容，并无疾病症象。压抑了半生的朱常洛，在登基之初确实展现出了一位明君应有的气象与决心。他立志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革除积弊，重振朝纲，一扫万历后期朝政萎靡、民不聊生的颓势。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顺应天下百姓的呼声，下令罢免了万历年间祸国殃民，导致各地民变此起彼伏的矿税和缺税。他宣布将那些派驻各地横征暴敛的税监全部撤回，将征税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并减轻了底层百姓的负担。据《明实录》记载，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感厌恶，所以诏书一颁布，朝野欢腾。他在7月22日和24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缺税，撤回矿税时，增补阁臣，运转中书，朝野感动。他还积极启用先前因直言进谏而被贬斥的官员，补上各地巡按等缺额达500多位，将过去因谏言罢矿税而被斥逐的诸臣进行启用。他在登基诏书中明确宣布，天下矿税进行罢免，各地方税监即日撤回，不许再行骚扰。同时，他下令将万历末年因进谏矿税而被贬斥的官员，如冯应京、马大儒等人悉数召回，重新任用。他还宣布停止一切不急需的宫廷采买和工程，削减宫中开支，以缓解财政压力。这一系列深得人心的举措，让文武百官与天下百姓都对这位新皇帝寄予了厚望。朝野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仿佛大明王朝即将迎来一次中兴的曙光。史称一时人心熙然，以为中兴可待。据当时户部统计，朱常洛登基后短短数日内，各地矿税罢免所带来的财政减收虽高达每年数百万两，但民间因此得以休养生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许多之前因不堪重税而逃亡的百姓纷纷返乡复业，各地商业也逐渐复苏。京城米价在数日之内下跌近1/3，坊间百姓无不额首称庆，称新皇帝为活佛下凡。然而，这些美好的变化还未来得及生根发芽，便随着皇帝的病倒而戛然而止。然而，这短暂而美好的局面，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甚至来不及让人回味。登基之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了取悦新帝，以保全自身地位，同时也为了试探新皇帝的底线，特意从宫中精心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容貌出众的美姬进献给太昌帝。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则说是4名。也有记载称进献的美女多达60人。
朱常洛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照单全收。长期处于极度压抑状态下的朱常洛，一朝大权在握，又面对着美色的诱惑，便彻底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日夜与这些美姬饮酒作乐，毫无节制。他退朝内宴，以女乐成应，一生二旦，俱欲性焉。他之所以照单全收，一方面固然是长期压抑后的放纵，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近乎自暴自弃的报复心理。他想要在短暂的自由中尽情享受，却不知这恰恰是加速他灭亡的催命符。本就因多年压抑、担惊受怕而十分虚弱的身体，在毫无节制的纵欲之后，登基尚不足10日便一病不起，卧床不起了。到8月初10日已经一病不起，形容憔悴，盛容顿减，史称其盛容顿减，病体尤是大剧。此后一直到8月12日，朱常洛硬撑着身体上朝，但之后实在撑不住了，一病就卧床不起了。更为荒唐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病中的朱常洛竟然没有召见太医院的正经御医，而是指派了郑贵妃的心腹太监，时任司礼监秉笔并掌管御药房的崔文生为自己诊治。崔文生并非医官出身，却因皇帝信任而得以掌控皇帝的用药大权。面对皇帝的病情，他本应使用培元固本、温补气血的平和之药，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使用了去热通利的大黄等猛烈攻伐之药。后世医家对此多有议论。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曾提及此案，认为崔文生身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本无医术可言，却妄用大黄苦寒之药，乃是药不对症，妄行攻伐，致伤脾胃，元气下陷。朱常洛之病本为纵欲过度导致的气血两虚，理应以人参、黄芪、熟地等温补之药缓缓调理，而崔文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大黄泻下，结果导致朱常洛一夜之间腹泻30-40次，床榻之上污秽不堪，本就虚弱的身体瞬间元气大伤，彻底垮掉。2天后，朱常洛派太监向请安的阁臣们传旨，数夜不得睡，日10周不满余，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此事一出，朝野内外舆论哗然，群臣纷纷上书，指责崔文生是受郑贵妃指使，意图以药性猛烈之药毒害皇帝，其心可诛。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生不知医，妄为常事，如其之医，则医家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悔之余，一日万计，与法正宜轻补，文生反投相伐之计。杨涟认为，按照朱常洛当时的情况，实应该禁补药，而崔文生却给皇帝禁泻药，可见其心阴毒。外戚们也都认为其中有阴谋，就向朝中大臣哭诉，崔文生药故也，非误也。内阁首辅方从哲连忙从太医院请来医术高超的太医，为皇帝仔细调理身体。然而饱受病痛折磨的朱常洛心绪焦躁，性情大变，固执地认定所有太医皆是庸医，不能信任，坚决不肯配合治疗，甚至拒绝服药，病情因此持续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眼见自己性命垂危，8月29日，朱常洛强撑病体，召重臣入宫，将年仅15岁的长子朱由校郑重地托付给众人，并留下了辅政遗言，请大臣们尽心辅佐幼主。就在此时，鸿胪寺丞李可灼，一个管理朝会礼仪的闲散小官，突然自称有神丹可医治皇帝的顽疾，愿意进献。太监们实在不敢做主，只好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首辅方从哲深知此等丹药来路不明，风险极大，且丹药多为金石之物，不宜服用，因此并未积极支持，而是谨慎地表示需要慎重。
但此时的朱常洛已是病急乱投医，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绝望心态，执意索要丹药，认为这是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他问：有鸿胪寺关禁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让人召李可灼进宫献药。很快，李可灼就来到了宫里。他先为明光宗诊脉，述说了诊断结果，得到明光宗的赞同，然后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请皇上服用。当日上午，朱常洛服下了第一颗红色的药丸，顿感身体舒适，精神也好了不少，甚至能够坐起来与大臣交谈。服完红丸后，朱常洛感觉不错，就让内侍向外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尽饮善。他心中大喜过望，以为神丹果然有效，立即命人传话，要求当晚再取一粒服用。御医与文武大臣纷纷出言反对，认为药性不明，且皇帝身体虚弱，不可再服猛药。但朱常洛却执意不从，甚至对劝谏者面露不悦。傍晚时分，朱常洛不顾御医们的反对，又服了一粒红丸。服用后，见皇帝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李可灼就对询问病情的内阁大臣说：皇上服药后传如正常。然而这份短暂的舒适只是生命耗尽之前的回光返照，是身体在极度衰竭时发出的最后一丝虚假的信号。据明代笔记《卓中志》记载，此红丸又称红千金丹或三元丹，是以处女初巢精血称先天红铅为主料，配以叶半露水、乌梅、人乳、陈沙、铅粉等药材精煮制泡炼而成的药丸。此类丹药在晚明时期颇为流行，许多士大夫乃至宫中妃嫔都曾服用，以图延年益寿或壮阳补肾。然而此类丹药含有大量重金属成分，对于身体虚弱之人无异于饮鸩止渴。李可灼身为鸿胪寺丞，本非医官，他进献红丸的行为本身便不合规制。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两丸服下，本已元气大伤的皇上元气被强行提出。朱常洛服用第一丸后，精神有所好转，是为方中参茸等温补成分的短暂刺激作用，但其体内早已因腹泻而虚损至极。在服第二丸时，铅汞等毒性成分迅速积累，导致脏器衰竭，最终猝然崩逝。据晚明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的进一步考述，此类红铅金丹的炼制过程极为繁复，需取未经人事的少女初巢之血，经多次沉淀、过滤、蒸晒，再与秋石、人乳、陈沙、铅粉等物调和，以文武火炼之，历时数月方得一疗。万历朝后期，宫廷内服食此丹者不乏其人，郑贵妃本人亦常年服用，以求容颜永驻。然而此类丹药性极燥烈，常人服之或可暂振精神，然体虚者服之则如引火焚身。朱常洛连服2丸，先后不过半日，铅汞之毒直攻脏腑，加之此前已被崔文生以大黄泻得元气大亏，两相夹击之下，纵有仙丹亦难回天。太昌元年9月26日，1620年9月26日5更时分，天色未明，朱常洛在服下第2颗红丸后，骤然驾崩于乾清宫。从登基到离世，他一共只在位29天。这位一月天子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不甘与对命运的愤怒，匆匆走完了他悲苦的人生旅程。他死后，围绕着其宠妃李选氏企图挟持皇太子朱由校以把持朝政的遗宫案随之爆发。李选氏，西李，郑贵妃所禁，随皇长子朱由校入住乾清宫。光宗因红丸案暴毙后，李选氏占据乾清宫，挟制朱由校，要求先册封自己为皇太后，并获垂帘听政之权，才允许朱由校即位，
同时企图控制奏章流转。李选侍与太监为忠贤，当时名为李进忠，密谋寓居乾清宫，企图挟皇长子自重。李选侍因前计不成，非常愤懑，必欲居住乾清宫，与皇长子同居。廷臣们均言非是，于是左光斗得知此事，往见阁臣道：“这也何难取决？皇上还居乾清，选侍自当移宫。”左光斗书请移宫，书中写道：“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出偏殿，名分倒置，臣妾获之。且选侍内臣李进忠等自议擅权，假传圣旨，若不早为裁决，恐将来有不可言者。”选侍大怒，欲罪光斗，朔召之。光斗曰：“我法官也，非天子诏不负。”都给事中杨涟于是左光斗等东林党大臣，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宫月銮宫。至登基前一日，杨涟复书催促李选侍即日移宫，书中语词恳切，称选侍不移，则新天子不得正位，臣等不敢以天下之大付之未安之地。在群臣的逼迫下，李选侍最终被迫移出乾清宫，朱由校得以顺利登基。此事见史称移宫案。而朱常洛亲身经历的挺击案与导致其死亡的红丸案，连同后来的移宫案，并称为明末三大宫廷疑案。朱常洛去世当日，首辅方从哲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银50两。继太昌帝而后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立足李可灼进要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生发配南京孝陵，李可灼充军戍边。此案草草收场，但太昌帝之死究系何因，始终未解。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阁臣方从哲轻信李可灼，以进红丸药，至皇考素事，纵无事之心，却有事之事，与辞事之名，亦难掩饰之事。给事中魏大中一书参从哲，并记张叉、崔文生、李可灼。这起红丸案在朱常洛死后成为朝堂上党争的焦点之一。东林党人如孙慎行、邹元标等人主张严惩李可灼及幕后指使者郑贵妃，而这党、楚党等则试图保护方从哲，避免事态扩大。案件涉及郑贵妃进献美姬、崔文生误诊等争议，最终成为明宫疑案。明末三案看似不尽相同，却相互牵连，均与皇帝威权和文官系统有关。三案虽说是宫廷案件，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于宫廷，波及于都城内外，以至边关和江南。三案的拖延之久，影响之大，正反映了明末政治的混乱局面。明宫三案影响到国务运作、朋党之争、辽东战局，它们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天启以后，朝臣围绕三案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互相攻讦，三案成为了党争的工具和借口。崇祯皇帝继位后，虽然试图调和党争，但积重难返，三案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明朝的最后一程。清修明史时，史官们对三案的评价也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三案本身的政治复杂性。有史家认为三案皆系阉党与东林党斗争之产物，郑贵妃、李选侍、韦忠贤等人之所作所为，无非是争夺权力，而文官集团亦各有所图，无人真正关心朱常洛的生死与福祉。从这个角度看，朱常洛不过是这场漫长政治博弈中一个被各方势力裹挟的牺牲品罢了。正如明代思想家李治在评论国本之争时所感叹的那样，立嫡立长，本为定制，奈何以一人之私情，废天下之公义。而太子者，徒以母见故，困于深宫19载，
虽得位而身已衰，可悲也夫。朱常洛死时年仅39岁。此时万历皇帝尸棺尚未埋葬，太昌地地宫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速成。无奈之下，就在原北京昌平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陵。庆陵占地约27600平方米，建造共历6年。其地下玄宫自天启元年1621年3月定穴营建，4个月后即7月29日玄宫合龙门，耗躺银150万两。天启6年1626年6月地面建筑完工。此前有学者指出，虽然庆陵从选址到施工时间上十分仓促，但建筑用料都不逊于其他陵寝，这是因为附近有2座废弃的坟园，可以为建造庆陵提供大量的建筑材料。9月入葬，名为庆陵。庆陵中陪葬的有孝元贞皇后、原配郭氏、孝和皇后王氏、孝纯皇后刘氏。他的庙号为光宗，谥号为崇天祈祷英瑞恭纯献文景武渊仁义孝真皇帝。由于朱常洛在位仅1个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为缅怀父亲，于天启元年1621年下令补铸太昌通宝，颁令2京及各处补铸太昌通宝钱，以彰显孝义，旨在于流通天启通宝的同时，使民间睹太昌钱而思念光宗。太昌钱铸期虽然只有1年，但存世的太昌钱却不少，版式也较多，至今仍为古钱币收藏者所珍视。朱常洛一共生育了7个儿子，但除了长子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和第5子朱由检，后来的明思宗崇祯皇帝之外，其余的儿子都不幸早早夭折了。朱由校1605年出生，1620年登上皇位，1627年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年仅22岁，没有儿子来继承明朝的王位。朱由校继位后天启皇帝，然而朱由校年幼，且对政务毫无兴趣，朝政大权逐渐落入太监魏忠贤与客氏之手，导致明朝政治进一步腐化。而朱由检在天启7年1627年继位后，虽然力图振作，但已无力回天。朱常洛的一生是明朝中后期政治斗争激烈、皇室内部亲情淡漠的典型缩影。他出身卑微，自幼缺少父爱，在仇恨与算计中长大。他半生深陷储位争斗的漩涡，屡遭暗算，忍气吞声，活得毫无尊严。好不容易熬到执掌皇权，迎来了施展抱负的宝贵机会，却因长期压抑后的放纵与奸人的精心算计，匆匆落幕。他的一生堪称一部充满坎坷、令人扼腕的悲剧。朱常洛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象征着明朝国运的转折点。他短暂的新政未能持续，而随之而来的阉党乱政、东林党争、辽东战事失利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将大明王朝推向了覆灭的深渊。朱常洛一生虽短，但他所经历和引发的挺机案、红丸案、移宫案3大疑案，却成为明末政治斗争的缩影，至今仍为历史研究者所反复探讨。他死后，明朝的国势并未因他的短暂新政而好转，反而在随后的一系列党争与内外忧患中加速滑向了深渊。留给后人的唯有对那段波谲云诡、风波迭起的历史的无尽感慨与深沉思索。它如同一颗划过夜空转瞬即逝的流星，虽曾努力闪烁，却终究未能照亮那沉沉的黑暗。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是晚明社会矛盾激化、政治生态恶化的生动写照。朱常洛早年生活在被万历皇帝嫌弃和被废的恐惧之下，心灵饱受创伤。他一生肤浅命薄，因其生母身份低微，一出生就不招老爹朱翊钧待见，好不容易在近20岁时才被立为太子，仍然整日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中。这种养人鼻息的生活，
最终压垮了他本就孱弱的身心。透过这位皇帝的悲惨人生，我们看到的是其背后士大夫集团与阉党及后宫之间的夺权斗争，这也是让明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可怜的1月皇帝朱常洛，从头到尾都不过是这场权力博弈中的一个悲剧角色。